那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关于区块链基础原理的一些思考。那么共识和信任应该是区块链中最核心的概念。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马云说的一句话：“这个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那阿里巴巴呢，通过建立一个平台，然后让商贩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信任，让电商成为可能。那么这么巨大的成就是如何实现的呢？那答案也比较简单。因为阿里巴巴作为唯一的中介，然后连接了不同的用户，让他们之间产生信任和合作。那阿里巴巴的创新在于把线下的这个中介方式呢，转到了线上。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但是单中心依然有问题啊。那么通常来讲，单中心有可能会越做越大，逐渐垄断。侵害用户权益，拖慢社会进步。那垄断的危害，大家早都听说过了啊。那大家应该也知道，今年国家对一些互联网公司，就是对用户数据的垄断行为呢，进行了一些规制，做了一些罚款。那如何反垄断呢？靠国家的这些监管了，这个花的纳税人的钱，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建立用户之间的信任呢？一个简单的思路是引入多中心。让他们之间互相竞争，那可以就是降低这个成本，更好的为用户服务。多中心是更好、更高效的信任方式吗？那首先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效率的问题。本来只需要做一遍的事情，那你多中心之后，每个中心都要做一遍，那不禁怀疑，多中心增加的成本有可能高于单中心垄断的消耗，对吧？这是一个自然的疑问。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多中心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胜出，那么中心数一定不能太多。那成千上万个中心在追求什么呢？就有一些区块链嘛，它讲究这个节点要特别多他们追求的好像不是信任经常提的是去中心化。从上面还可以看出联盟链的可行性。那某些行业本来就涉及多个互联网的这个关联的中心，多中心的重复工作就不再是负担吗？因为每一个中心就很有需要获取别的中心的数据，那么通过这个多中心的互联，可以反而解决了这个数据孤岛的问题。那有个小问题是，为什么联盟链不完全开放呢？大家可以思考。好，我们继续讨论多中心建立信任的可能性。但是咱们不要再谈论成千上万个中心了，好吗？那多中心信任的方法呢，应该叫共识机制，就是多中心诚实协作，才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一致性。那如何做到呢？就是通过某种共识机制来实现，因为诚实协作并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嘛。如果认为多中心信任是比单中心信任更高效的信任方式，那么用户之间达成信任的代价，就等于多中心之间达成共识的代价。接下来我们只考虑用区块链来实现多中心信任系统，有没有别的可能？大家也可以再去思考那么因为后面要讨论共识机制，我们可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虽然这个名词经常讲，我们先从共识开始。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共同的认识。那可以尝试给个定义。那基于现状对某个事情，所有参与者达成统一的意见。那举个例子呢，就是比如选一个人当村长，那你选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共识了。那共识机制就是如何实现共识的这个方法和机制。然后我提一个观点这个共识机制的本质是投票选举你看这俩词好像相去甚远，对吧？一个是共识机制，一个是投票选举，但他们好像是等价的。大家可以想想有没有例外，就是我说的对不对那共识机制呢有很多种，就是这地方这个表里边已经列了很多，但实际上现存的共识机制要比这多很多很多那如果是一条区块链，那你应该采用怎样的共识机制呢？那么我应该给个标准来进行选择，对吧？那这地方我列了4条，一是安全性，它就针对这个区块链可能会被双花攻击或者自私挖矿攻击、日食攻击、女巫攻击等。那第2条是扩展性，那指的是这个区块链它应该能够承载很多的用户数和事务数。第3条延迟性，就从事务发出到被最终确认的时间应该得足够短，最好是实时的
第4个是资源消耗，就是你不能太浪费资源。好，接下来呢，我们探寻这个边界啊，就是在尽可能低的资源消耗下，实现尽可能高的安全和性能。其实我们稍作思考就会发现，最瞩目的存在是最不合理的存在。我们目前最被认可的那个区块链，它竟然特别耗电，就是比特币的耗电量应该是超过很多国家的整个国家的耗电量了。它的那个性能还特别低，就是最高每秒7笔这个失误，就很不合理是吧？就非常耗电，又没什么性能。但它却存在了，而且是无比的瞩目。大家在对区块链的研究当中呢，好像总结出一个区块链不可能三角，是另一个矛盾啊。我们来看一下，指的是高性能、高安全性和高去中心化程度，在一条区块链上很难同时被满足。所以呢，很多区块链都在做取舍，就是有的会留下高安全性啊。举例来说，就比如像比特币，就是安全性特别高。那另一个例子呢，就是以太坊，对吧？还有其他一些链啊，像那个 Solana 啦，或者其他一些，有一些是性能比较高，但是就是牺牲了去中心化等一些讨论啊。我们想问个问题啊，你为什么要去中心化？大家回忆一下，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信任问题。那你一般来说，你考虑一个问题，你应该考虑是经济方面的，因为咱们这个社会的运转靠的是经济行为，应该追求经济效益。你追求去中心化是要干什么呢？就这个目标看上去不太合理啊。那我们再回顾我们刚才提的这个共识机制评价标准，那资源消耗、安全、扩展、延迟都是非常合理的标准。那刚才我的讲解，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就是我谈的这个信任，就是通过从单中心拓展到多中心来实现信任的，就是去中心化并不在这个讨论当中然后呢，我刚才也强调，我们不再讨论那种成千上万个中心来实现所谓的去中心化，也就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多中心就够了。就已经解决问题了啊。那如果解决问题的话，那个区块链不可能三角就是个伪命题了啊。因为后边我会反复的提到这个代价、成本、收益等问题啊，所以我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就是如果说我找如果一个人他付我2块钱买了我的某个服务的话，那么我的收益就等于他的代价就是那2块钱对吧所以这个收益等于代价。那我的净收益呢，就是他的代价减去我的成本。就净收益等于代价减成本，那并假定净收益远小于成本这个一般是合理的假设也就是代价约等于成本所以大家后边不用太纠结为什么我要说有时候说成本，有时候说代价那我们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比特币的资源消耗问题这个资源消耗呢等于矿工成本大家可以反映一下这个话说的有没有问题举例来说，这个 POW 工作量证明它是一种共识机制它是耗电的。另一种共识机制呢是 POS， 也就是权益证明，它耗什么了？然后有人就会觉得这个 POS 特别绿色就是环保，好像什么都没有消耗，我就只是把我的资产给抵押了，那我抵押了的资产还是我的，而且我抵押之后还能获得奖励。这个有时候是区块奖励，有时候是那个手续费奖励我还有奖励，好像就是双重收益，没有损耗。那大家看下边我说的这个话，一个有经济收益的活动，大家为了争夺收益，就会加大投入，进而增加成本。所以这个 POS 一定是有成本的，一定有消耗的你不可能违反经济学规律的所以这个 POS 的消耗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就当一个这个区块链它的资产的价格不再上涨的时候，那么你抵押的时候你就抵押了资产，你抵押的资产你放那之后你就动不了，就干不了别的事儿，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损耗呀，就你把资本闲置了，它就是损耗。这跟你把水力发的电给浪费了一样是损耗。这个损耗之间它是共同的，都是这个通过交易可以等价的所以没有谁优劣的之分。那这些成本不可避免，无论以什么形式呈现，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共识就是一定是有成本的。那我们仔细分析的话，矿工收益等于事务手续费加区块奖励，应该没有漏掉什么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手续费呢，指的是每一笔事务的综合代价，应该包含事务校验和共识代价2部分。这个校验事务就是看那个事务本身对不对是否合法。那共识代价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通过共识来达到这个信任的嘛。这个区块奖励呢，是在一般来说是在生态不太成熟的时候
那你需要给矿工一些激励啊，就是把这个给矿工一些区块奖励，让他维持这个生态的这个运转。那如果长期都需要区块奖励补贴矿工以维持共识，那么我就想问，凭什么持币不动也要被剥削？因为你区块奖励就是在剥削持币人的这个资产啊、财富啊。那数字货币是不朽的，我们当然也希望它所代表的价值是不朽的。所以呢，区块奖励应该随着时间越来越少，并最终趋于零。这跟比特币的设计是非常吻合的啊。那结论呢是一条不能让资源消耗约等于矿工收益等于手续费等于事务代价的区块链，不是一条好区块链。就我们归纳了一下，就是所有的资源消耗都放在了矿工收益，也就是手续费和事务代价这里，没有其他消耗了。那妥善处理事务呢，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校验，就是校验这个事务是否合法、是否正确啊，以及校验这个候选区块，就是别人给你传过的区块是不是作假了什么的啊。那第二条呢是投票选举，也就是所谓的共识成本。它在干什么呢？就是候选区块作为下一个区块，要考虑的问题是通信，然后防欺诈、防篡改。大家反映一下，这个投票选举，你需要做的是通信，对吧？但可能还有别的事儿啊。你重点是要防欺诈、防篡改。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欺诈和篡改呢？你大家好好投票不行吗？大家都诚实投票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还有这个欺诈、篡改这种事儿呢？因为我们很多选举都是一人一票嘛，但是在这个数字空间里边的话，你没法这个区分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大家很多时候就是会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就是向着自己，但就可能会伪造就那一些水军，然后大量投票，就不公平了，对吧？所以你一个公正的投票，它就是有代价、有成本的。那应该有一种机制让矿工竞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降低事务成本。一条不能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降低事务成本的区块链，不是一条好区块链。那我们先看这个校验成本啊，那首先提出事务并行校验是必由之路。那我给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这个芯片主频的极限，这个在过去15年它没有一丝丝提高，大家信吗？就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是读大学的。当时我们学校图书馆，你打开那个电脑，你看那个 CPU 的主频，它就已经是3G 赫兹了。而现在大家把自己的电脑打开，你看那个主频依然是3G 赫兹。在过去15年，那为什么这个计算机变得强大了呢？那就是因为做了并行啊，就是我们现在手机都8核，对吧？那超级计算机上万个核，所以你事务也应该是并行处理啊，就应该顺应计算机的发展。第二个原因是你应该遵循经济学规律啊，实现规模效应。大家这个都听说过规模效应，就是互联网就是典型的案例啊，就是你一个网络你用的人越多，它越便宜，那就单位这个事务的处理成本就应该越低。那回顾区块链性能问题，那性能的极限是什么呢？单笔事务的处理速度没有理论极限啊，但有实际极限。刚才上面谈这个芯片的这个主频限制，那大量事务的处理速度的极限就是规模效应，就边际成本递减。那已经有区块链实现了这个性能极限。大家可以想想自己接触到的区块链中有哪些就是满足刚才我说的那些这个条件了。我们举例来说明，像比特币呢，它采用的是 UTXO 模型，它是并行校验的啊。这个以太坊即将转为不是说错啊，以太坊是账户模型啊，它是串行的。那有人会考虑主链账户模型加 Layer 2，这个应该算半并行吧啊。那主链 UTXO 模型加 Layer 2。这应该是并行的，但此时你 Layer 2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如果存在的话，它的意义应该不是解决性能问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好，我们再看另一个这个成本，就是投票选举，也就是所谓的共识成本。这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这个成本是什么？就是欺诈和篡改呢，统一称为攻击。共识成本主要来自于做出努力使得攻击成本大于攻击收益啊，这样的话攻击才不会发生嘛。在这里呢，我们忽略共识所需要的通信成本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假设了是多中心，不是成千上万个中心。你有10来个中心的话，那通信完全不是问题啊。那我们举例来说，那联盟链的防攻击思路之一呢，是如果参与各方都实名认证了，那可以大大降低这攻击的收益啊，因为攻击后容易被识别，并且追回攻击收益，相当于把共识成本转嫁给了国家监管和执法部门，也就是纳税人以及用户本人。因为你那个发生了这个违法犯罪之后，用户本人要配合去调查的嘛。如果认为攻击收益为0，就如果你能追回的话，那就是为0嘛。那你是为0的话，你自然不需要额外的共识成本了。所以说，一般联盟链它不需要 POW 或者 POS 等共识机制，那通常会采用一些什么
这个使用拜占庭协议等一些啊，但好像变成了一个大中心加多个小中心。那另一个例子是公有链防攻击思路也是之一啊。那诚信的人可以合作共赢，这个在生活中还挺容易发生的，比如朋友之间就可以玩得很好，然后一起合作干点啥事儿，对吧？那矿工之间为什么不友好合作呢？建立信任呢？就是借用大家的信任来降低这个共识成本啊。如果矿工和应用做了身份认证，这地方强调就是它只是身份认证，不是实名认证。那举例来说，就是比如是 Miner ID 或者是 Meta ID 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长期互相合作，对抗攻击，从而实现51%防御，对，而不是经常大家更常听到那个51%攻击啊，这是51%防御，就是说你们一个诚实的团体呢，其实可以对抗那些邪恶的攻击者。大家回忆一下刚才我说那个共识机制的评价标准中有一项是安全啊，我们这个用51%防御来实现那个安全问题。好，我们再分析比特币的矿工成本它等于校验算力成本加哈希算力成本，这两部分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啊。我们来分析，如果全网哈希算力，也就是共识成本很低，就比如这个举例来说如果是校验算力成本占了80%，那哈希算力成本10%，这个成本就是说你花的钱是多少然后还留下10%的这个矿工收益空间，这是举例来说那么会有矿工增加哈希算力投资，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导致全网哈希算力提升。那仔细来分析的话，你看假设某一个矿工它的算力只有全网总哈希算力的1%，那如果他把他的投资翻倍，他就可以占到2%。那他之前可能每天挖，比如5个区块，1个区块吧那么他现在就可以每天挖2个区块，他的收益就翻倍了。但他的投入翻倍了吗？他只是哈希算力投入翻倍了，校验算力占了更大块，并没有翻倍，所以他的总投资没有翻倍，但他的收益翻倍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投资回报率。会促使这些小矿工，就是1%的这个弱小的矿工来做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来就会推高全网的这个哈希算力成本。也就是说，非常低的哈希算力，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好，那我们再换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那如果全网校验算力特别低，就是校验成本很低，那比如校验算力成本占10%，哈希算力成本占80%，就是说大家都是就像这个比特币一样，这个大多数成本都花在这个哈希算力去了那校验算力这个成本很低，只有10%。那这时候，如果某个矿工把手续费降低1倍，就是这个事务这个手续费要降低1倍，而其他矿工不接受这个低手续费，那就会有更多的低手续费事务由该矿工打包，那收益会大增，对吧那这个矿工他就占到便宜了嘛如果所有矿工都接受这么低的手续费，那么全网总事务数就会增加至少1倍。大家想想，就是用户的总手续费如果是一定的话，那你单笔这个价格降低1倍的话，那总量就会翻1倍。就如果说是这个事务是稀缺性的话，那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所有矿工都就是后果就是所有矿工都提高至少1倍的校验算力成本，那从而抬高整体的校验算力成本。大概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全网的校验算力成本也会提高这个提高是个浪费吗？它不是它这个随着提高的同时，这个事务的手续费降低了也就是所谓的刚才我们最开始谈的这个目标嘛，就通过多中心的竞争来更好的服务用户，把手续费降下去那结论是，最终全网校验成本和共识成本会比较接近，就比如1:2或者2:3，就这样就会比较接近，就不会出现什么1:10，或者就像这个比特币的1:10000、1:100000它不会这样。现在我们那个比特币那个校验只需要一个笔记本，然后共识需要几十万台矿机，对吧？应该都算是1:100万了吧就是极端的不平衡那回顾共识机制评价标准，那资源消耗、安全、扩展、延迟，这一切都 OK 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单笔事务的成本已经降到趋于0了然后也是安全、扩展、没有延迟的。那一切 OK 的前提是扩展性，全网可以处理越来越多的事务。那区块链是一个记账系统，这今天好多嘉宾都已经提到了那这下大家可以好好记账了我们强调一下扩容和扩展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极大量的事务，或者事务量有处理上限，那么降低手续费这条路就不可行。
因为你不给矿工提高交易算力投入的机会了。然后每一笔事务的手续费就主要由共识成本构成，这不管是什么共识机制或者什么区块链，这个例子就是比特币、以太坊，都是这样子的，对吧？这个比特币它人为限制了这个区块大小，使得这个事务的数量有个上限啊，所以你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给这个比特币加一个区块上限，而去追求那个成千上万、几十万个节点，搞一个去中心化的需求。然后以太坊呢，是因为采用了 POS 共识机制和账户模型，然后这个账户模型呢，它是串行的，这个手续费的处理它上不去，所以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嘛，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个性能都很低，然后手续费特别高，特别浪费资源。那从上面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弱小的少数派，就是刚才我指的那个1%的那个少数的矿工啊，如果他能够创新，他的投资回报率会更高，进而推动整个系统不断进化，而且这使得多中心之间不会联合退化为单中心。对吧？大家想嘛，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网络里边只有10来个、20来个中心的话，他们最终越合作越紧密，最后就变成一个中心了啊！大家可以想想联盟链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多中心最后可能会退化为单中心啊。然后再想想 POS 链是不是这样的结局呢？就是先期投入的人，然后拿到了币，然后抵押起来，后来的人如果你想参与，你就得先买币，他就会阻止就是这个少数派的参与，也就是说这个网络它不开放了。所以这里我们强调，就是这样一个好的区块链需要允许弱小的少数派参与竞争，也就是要系统开放。综上所述，这个UTXO 加 POW 可能是唯一的答案。好，谢谢大家。